然后这个艾登在我的那个讲这个黑洞的那期视频里就问说，这个吸积盘的旋转方向就是黑洞的旋转方向吗？这个是不一定的。吸积盘的方向大部分实际上是和黑洞旋转方向是一样的，但是也有个别是不一样的，因为它主要吸积盘的旋转方向实际上主要源自你的这个物体原来的运动方向，就是你被吸积的这个物体的原来的运动方向和它的自转角动量，这样主要取决于这个。就有点像什么呢？就有点像我在我这个讲太阳这期视频里讲的，好像是海王星吧，海王星的最大的卫星海卫一里面就提到，海卫一就是一个相当于是一个逆行的卫星嘛，所以就是说这种现象存在，但是就吸积盘的方向自转方向和黑洞的自转方向不一样的这种现象是存在的，但是是会比较少。然后艾登继续在那儿问，那如何来判断这个黑洞自己的方向？这个的方法就比较多了。假如这个黑洞周围没有吸积盘这类的东西的话，也没有什么发出这些辐射呀这类的东西的时候，我们来判断这个黑洞的这个自转方向，就主要看它周围的一些附近的天体的这个运动，看它对附近天体的运动的扰动，来判断它的这个旋转方向。然后如果要是有吸积盘和这个射流的话，特别是有射流的话，那就比较简单，直接看这个射流的转动方向就可以了。如果要是有吸积盘但是没有射流的话，这个时候就要看这个吸积盘的旋转方向，以及吸积盘的边缘和这个黑洞的这个世界面的间隙的大小。间隙如果要是很小，就黑洞的世界面和吸积盘的这个间隙和理论间隙越相符，就理论上的间隙越相符的话，那说明吸积盘的自旋方向和黑洞的这个旋转方向，吸积盘的旋转方向和黑洞的自旋方向是一致的。如果黑洞世界面和吸积盘的这个内侧的这个间隙很大，大于理论值很大一块，那基本上就能够说明黑洞的这个自转方向和吸积盘的旋转方向是相反的，大概是这么一个意思。所以这个时候我只要知道了吸积盘的方向，我就能知道黑洞的旋转方向是反着。